啷里个啷儿，啷里个啷，加拿大找工作劳动法都不懂，是闹哪样？我是静香，我又来啦。在加拿大找工作，在准备简历和面试的同时，也别忘了了解一下当地的劳动法。有些人对于自己的工作状态不满意，很多时候是因为他根本不了解自己基本的权利和义务，想当然的觉得我的老板应该对我怎么样，自己的思维和本地的文化法规有很多对不上的地方，有时候还会觉得被老板歧视了，压在心里又不敢说，久而久之发生了争吵。尤其是新移民对当地劳动法不了解，与上司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会，在一些事情发生前阻止它的成本比发生后去改正它的成本要低得多。的确会有这样一些雇主钻着新移民和毕业生不太懂劳动法的空子，打着劳动法的擦边球攫取他们的利益。那么如何避免让自己成为人人宰割的小羊羔呢？就从了解当地劳动法做起吧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这是一个发掘北美职业发展、教育信息以及北美生活心得，帮你少走弯路的频道。这期视频观看10分钟，轻松了解加拿大的基本劳动法，踏好职场每一步，看看你是不是已经做羊羔很多年吧。跟着静香往下看吧。今天我将分为4点来讲。第一点是 Human Rights 人权。BC 省的 Human Rights Code 定义了 BC 省所有员工的最基本权利，防止雇佣中的歧视、骚扰、是否同工同酬等方面。比如说你在面试时，你的面试官不能对你说你的年纪太大了，我们不能雇佣你。招聘广告里也不能写对年龄、性别、身高、种族的要求。比如说就不能写国内常会出现的北京户口优先这类字眼。而且简历上呢也是不需要放照片的，这跟国内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。在支付工资时呢，也不能由于这些方面减少或增加某个员工的收入。加拿大讲究的是 equal pay， 就是说相同职位、相同工作量、相同工作年限的人应该是同工同酬。比如你的老板给你20刀每小时，但是给你同样职位、同样工作年限、同样工作经验的人25刀，那么你就可以向 Human Rights 这个部门投诉。再提一句，在加拿大找工作呢，是不需要向雇主汇报你的家庭状况，比如是已婚还是未婚，或者是否怀孕，也无需汇报你的身体情况，这些都算是你的个人隐私。接下来要讲的是今天的重点 Employment Standards Act 雇佣标准法规。BC 省呢有最低的薪资和工作场合条件标准，这个雇佣标准法规主要是规定了最低工资、工作小时数、休息时间、年假、加班工资、法定假日收入、解雇的通知以及遣散费等。Unions and Labor Relations 工会和劳工关系。一些医院或者涉及工会的工作是不归基本劳动法管的，而是归工会和劳工关系部门管的。就是说，如果你和你的老板发生问题后，不是向基本劳动法部门投诉，而是通过工会去投诉，工会需要帮助你争取最大的利益。Safety Standard 工作安全标准。雇主呢必须满足工作场所的最低健康和安全标准，由 WorkSafe BC 管理。比如办公室的通风系统不好，你觉得会吹来毒气啊，可以打电话给 WorkSafe BC， 他们会派人过来看。还比如，如果一个很小的办公室，你的老板请来了4个人，把所有的通道都给挡住了，你又觉得不安全，向老板提出又没有改，就可以向 WorkSafe BC 反映。你在工作场所受伤了，或者由于你的老板给你的压力太大啊，不公平待遇造成了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，比如抑郁了，晚上睡不着，不能上班去看医生了，你的医生说你要在家休息半年，这时你也应该向 WorkSafe BC 反映。这期视频我们主要讲一下 Employment Standards Act。 首先是最低工资。加拿大各省的最低工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，我们拿 BC 省举例。 BC 省雇主向员工支付的最低工资2020年6月1日起是 14.6 刀每小时，2021年6月1日起是 15.2 刀每小时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无论你的雇主是按小时支付你，按每半个月支付一次，或者按月支付，都要至少达到每小时 14.6 刀。比如有的在餐厅工作的人，老板说我就给你10刀，剩下的从小费里拿，这个就是不允许的，因为小费不是工资收入，每日最低工资支付。这个就是说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啊，比如杂货店啊、餐饮这些，如果你去了之后不到1小时，老板说今天生意不好，我们关门吧，
即使你没有工作满2个小时，那么老板也至少要支付你2个小时的工资。如果你是 full-time 的员工，一天本该上8个小时的班，但是上2个小时，老板就任性的让你下班了。这时老板应该至少付你4个小时的工资。基本就是说，你往店里这么一站，老板就应该付你4小时的工资了。Meal breaks 午休时间，在 BC 省呢，午餐的时间是没有工资的，但每工作5个小时，员工必须要休息半小时去吃饭。但你的老板呢，不能让你边吃饭边在办公室听电话。还有，如果不让你出办公室，说完有客人来了，你要出去打招呼，这种情况就不算你的 lunch break。如果让你待命，他必须给你工资。BC 省没有规定公司一定要提供员工15分钟的 coffee break。如果你的朋友公司有，那就是人家公司福利好呗，额外提供给员工的。工资支付期限跟国内的1个月一付不一样，加拿大的雇主呢是必须每2周支付1次员工工资的，而且支付期限不能超过16天。如果员工被解聘呢，所有工资必须在48小时内结清。如果是员工主动辞职呢，你要给老板6天的时间减轻你的工资。Overtime 加班，我们很多人在国内的时候都应该经历过加班吧，而且很多时候呢都是义工，你懂的。我在国内做 HR 的时候呢也经历过，主要是别人加班你不加，就显得你不爱岗不敬业，没辙。在加拿大呢，正常的工作时间是1天8小时，1周5天40小时。如果你的工资是20到1小时，你这天工作超过了8小时，但没有到12小时，这是你的加班费为 1.5 倍的工资，也就是30到1小时。如果你工作超过了12小时了，12小时以后的加班费就是40到1小时了。但是你别担心啊，加拿大的 work balance 还是挺好的，不会像国内压力那么大。但如果你签的是 average agreement 平均合同，就不存在支付加班工资的情况了。在 BC 省和其他省份呢，一些公司已经开始倡导1天工作4天，每天工作10小时了。这样安排的优势呢，是减少了你的出门次数，减少了交通压力和时间成本。如果你跟雇主签的是这样一种合同，那么就不属于支付加班工资的情况了。像一些护理机构就有很多这种合同存在的。Deductions 扣减，在国内呢，当一些员工犯错时，有一些老板是让员工自己掏钱去做补偿的，比如你卖东西少收了钱，或者摔了什么贵重物品，让你自己掏腰包来弥补。但是在加拿大呢，是不允许雇主这样做的，法律规定你的雇主一定可以从你工资里扣的，只有这几样。Annual vacation 年假，BC 省政府规定员工在工作满1年之后，员工拥有10天的假期。有的行业呢不允许员工休年假，那么雇主每个月就要多付你4%的年假工资。当你为同一雇主工作5年后，你就会拥有3周的年假。如果你不休，每个月就要多加6%的年假工资给你。休假还是拿工资，怎么取舍呢？其实就是如果你不喜欢旅行，或者没时间旅行，也不想跟家闲着，那你就可以拿这个年假工资。但是你也要注意，年假工资也是要扣税的哦，所以咱该休息就休息吧。公众假期 BC 省呢有10个公众假期。很多人都以为北美圣诞节会放很多天假，其实跟圣诞节有关的公众假期只有1天。Boxing Day 就是打折节，可不是公众假期啊。但是福利好的公司呢，是会让员工带薪休这个假的。那么这么看来，好像还是国内的长假多啊。那么达到什么条件就符合可以休这个带薪公众假期呢？不是说你今天工作，第2天正好赶上公众假期，就能直接拿公众假期的带薪工资了，而是在你休第1个带薪公众假期前，你已经被雇主公用了30天。比如7月1日 Canada Day 这个假期，如果你已经在6月1日就被雇佣了，并且在6月1日到7月1日之间至少工作了15天，那么你就符合领取假期工资了。如果你在公众假期这天工作了，雇主同样支付你基本工资和 1.5 倍加班工资，就是说你应该拥有 2.5 倍的收入。比如你的工资是20刀每小时，你在7月1日这天工作了8个小时，那你的工资就是20刀乘以8小时，再加上20刀乘以8小时乘 1.5 倍，等于400刀。如果你是 part time 呢，在7月1日这天没有安排你的班，那么你就没有假期工资了。如果排了你的班，但是这天公司关门，那么你还是有假期工资的。接下来说一下 quitting 辞职， getting fired 被解雇， temporary layoff 被暂时解雇， 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终止雇佣。离职和解雇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啊？暂时解雇我解释一下，就是比如疫情期间很多餐厅酒店生意不好，雇员会被临时解雇，但是雇主呢会保留员工的福利，之后生意好了再把员工雇回来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在20周内
被暂时解雇的时限最多只能是13周 （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）。终止雇佣，就比如说，老板说我年纪大了，我的孩子也不想继承我的事业了，我就想把这个店给关了，那么这种就属于终止雇佣。补偿金、遣散费，如果你是自己辞职，或者由于重大工作失误被辞退，每天都迟到这样的情况被辞退，就是没有遣散费了。如果是被暂时解雇，也是没有遣散费的。如果被雇主解雇或者是终止雇佣，是有遣散费的。领取金额是3个月试用期过后到1年是1个礼拜，工作1年到2年是2个礼拜，以此类推，每1年都是加1个礼拜，但最多只补偿8个礼拜。再补充一点干货啊，当一个人被雇主解雇时，雇主可以选择提前通知这个人，或者可以选择直接付这个人遣散费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比如说，如果你为你的雇主工作了8年，雇主如果通知你8个星期后不用来上班了，那么是不用支付你遣散费的。如果雇主说你明天就不用来上班，那么就要支付你8周的遣散费。还有一种老板通知你8星期后不用来上班了，这8个星期我还是付你工资的，然后离职呢又会支付你8个星期的遣散费。这种老板叫什么呢？当然叫最好的老板啦。有人会问了，如果是被暂时解雇是没有遣散费的，为什么不直接选择被解雇拿遣散费呢？因为很多员工呢都是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了很多年的，积累了很多老员工享受的福利，比如较高的工资啊、15天的年假啊、商业医疗险等。如果直接解雇呢拿遣散费，那么即使回到这家公司，你的工资有可能从30刀降到20刀，你的年假呢也会和新人一样降为10天，其他福利呢可能也就没有了。而如果你是选择临时被解雇，那么当雇主重新雇佣你回到公司的时候呢，你的这些福利都是保留的。那么有人会问了，如果我主动辞职了，是否需要提前通知老板呢？其实吧，法律上是没有规定需要你提前通知老板的，你可能明天就去一个新公司了，今天才跟老板说，于理合法，于情说不通啊。毕竟还得有工作上的交接嘛，也需要给老板时间找其他人代替你，不是？所以还是建议你提前通知。要知道世界就这么大，和前任老板保持良好关系还是很重要的，毕竟你可能还需要他的 reference， 对吧？这期视频就先聊到这儿吧，快留言告诉我你有没有当过小羊羔吧，还是你是大灰狼啊？今天的视频内容是不是很丰富啊？怪不得有人说我像居委会大妈，不是加拿大百事通呢。喜欢我的视频就请给我点个赞，订阅我并可以通知小铃铛吧。我是静香，愿与探讨北美华人生活和文化，欢迎留言讨论。我们下周六见啦，拜拜。